我梦遭遇怪兽撒旦比佐，正要变身之际，怪兽啪叽一爪盖了过来，直接劈掉了大楼一角。我梦躲闪不及，跳到旁边的铁架上，铁架摇摇欲坠，我梦只能奋力撑着。不远处是掉落的蓝宝镯，奇怪的是，怪兽并没有继续出手，他转向市中心，开始破坏建筑，刺激我梦。小影终于知道了，这是为了磨练奥特战士的意志。由此可见，怪兽还是有善良的一面的。果然受到刺激的我梦，带着正义的使命站上了铁架，他必须拿回蓝宝镯变身盖亚，保护这个城市。就在这时，铁架激烈震荡了一下，眼看蓝宝镯就要掉落，我梦抓住机会顺势跑过去，捡起变身器变身。终于大地守护者盖亚出现了，看着面前的撒旦比佐，盖亚冲了过去。突然屏幕黑了，原来是小冕在看电视，他老妈在后面给他关了，还走到电视机前把录像带拿走了。都多大了，就知道天天看奥特曼，光是不存在的。但小冕不信，在他的心中，光是永远存在的。晚上半夜的时候，他偷偷把老妈藏在电饭煲里的录像带拿出来，然后悄咪咪的打开电视，一边吃着零食，一边看着奥特曼。突然电视出问题了，小冕上前拍了拍，结果电视发出一道光芒，把他吸进了时空隧道里。面前出现的红色光球指引他来到了一个被毁灭的世界。第二天，小冕对好友说出了昨晚发生的事情，但好友却认为他只是在做梦。教室里，小冕的班级迎来了一名转校生，女孩向大家介绍自己，她叫李莎。小冕一看，这不昨晚那女孩吗？体育课上，李莎主动搭讪小冕，小冕对她说出了昨晚发生的事。李莎淡定地说了一句：“可能是命运让我们相识的吧。”小冕听得似懂非懂。放学后，小冕来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，地上有他画的盖亚，架子上都是他的收藏品。在整理东西时，他发现架子上竟多了一个昨晚看到的红球，于是伸手把红球拿了下来。刚瞅了两眼，红球就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吓得他摔倒在地上。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小冕很害怕，离开了这里。没一会，他找来了2个小伙伴过来壮胆，捡起地上的红球后，就说出心里的愿望，他想见到盖亚的人间体我梦。伴随一阵光芒闪过，天空飞出了一架战斗机，里面的我梦一脸蒙圈，我不是在百慕大海域调查吗？天桥上，兴奋的小冕一路追赶，想要一睹我梦本人，结果被班里的恶霸3人组拦住了。他们得知天空上的战斗机是小冕用手里的红球召唤出来时，就从他手里把东西抢走了，并用红球召唤出了撒旦比佐。好家伙，数据记得这么清楚，要是用在数学上还不考100分。大地破坏者盖亚从天而降，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莫非踩碎地面能增加战斗力？刚出场，盖亚就亮起了红灯。趁他分神时，撒旦比佐发起了攻击，跟我打还敢分神？那就再赏你几个爱吃的小光球吧。盖亚心里苦，但有苦说不出。此时的他也被撒旦比佐打出脾气了，直接释放大招光之刃，干掉了撒旦比佐。恶霸3人组感觉不过瘾，决定搞点更厉害的怪兽出来。盖亚能量耗尽，变回了人间体。机舱里，我梦刚一抬头，小朋友们包围了战机，我梦打开机舱后就顺着梯子下去了，结果我梦蒙圈了，这些小朋友怎么都知道我是盖亚？咱保密工作一直做的都挺好的呀，吓得我梦赶紧逃跑。小朋友们一路追赶，经过一番追逐，我梦溜进了一家商店，碰巧看到了电视里播放的奥特曼以及架子上的手办，莫非我穿越了？而当店里老板看到他时，还特地对照了一下海报，显然也是他的粉丝。这时，小冕3人找到了我梦，还对他说：“是我把你召唤来的，原来是你小子搞的鬼啊！”了解完事情的经过后，我梦找小冕要来了红球，用仪器检测里面蕴含的成分。可就在这时，防卫队的人堵在了门口，他们要逮捕我梦，估计是没咋看过奥特曼，不然也干不出这种事。小冕看到后，想要上前阻止，但却被保卫队拦住了，导致红球掉在地上，被恶霸3人组捡走了。与此同时，我梦的身体逐渐透明，最终消失不见了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吓得他飞出了海底。回到基地后，他忘记了之前发生的事。就在他向领导说起自己被海龟吓到时，这一刻他又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，毕竟他被那个小朋友吓得不轻，于是赶紧回到房间查看之前检测的红球数据。突然画面一阵模糊，就在他疑惑时，屏幕发出的巨大光芒把他吸了进去，来到了时空隧道。面前的红球告诉他，我是人类制造的终极武器，可以实现所有愿望，但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最终的结果就是世界被毁灭。他希望我梦能阻止这场浩劫，于是我梦驾驶冒险号打算穿越到小冕的世界，阻止悲剧发生。这个红球能实现一切愿望。3个小男孩各自捏出了怪兽的模型，并用红球的力量把模型变成了真正的怪兽。很快蒙斯王出现，肆意破坏城市，口中喷出的光线把周围的建筑轰成了废墟，破坏力之强，叹为观止。就在这时，我梦驾驶冒险号踏破虚空赶来了，盖亚摆好战斗姿势，反手一拳就打倒了蒙斯王 ，pose 还摆得贼帅。比较遗憾的是，他这次出场没震地面，少点了点东西。不过蒙斯王可不是好惹的，很快就一巴掌把盖亚扇飞了，伤害不高，侮辱性贼强。起身后的盖亚直接释放大招光之刃，结果连防都没破，被轻松挡下。蒙斯王不想欠盖亚人情，就还了他一记土息，不仅击破了护盾，还把盖亚打飞了。小
冕很担心他，于是鼓起勇气冲向了恶霸三人组。红球掉落后，旁边的2个人瘫软倒地，原来他们都被红球控制了。这时，小优手里拿着红球，被控制小优直接下达了毁灭世界的指令。然后蒙斯王的肚子分裂出了斯修拉，翅膀分裂出了巴吉利斯。面对3只怪兽的攻击，盖亚根本招架不住，蒙斯王发出的吐息直接命中学校。幸运的是，孩子们没有被击中，活了下来。突然，小冕看到了对面的红球，他顺着石柱往前爬，在石柱快要坍塌时，用力跳了过去，躲过一劫。可就在他要许愿时，巴吉利斯的一发炮弹飞了过来，伴随一阵光芒闪过。光之巨人迪迦和宇宙该溜子戴拿出现了，3奥互相眼神示意，分配完对手后，迪迦的战场来到了深海对战斯修拉，戴拿的战场来到了宇宙对战巴吉利斯，而盖子自然是对上了蒙斯王。经过一番战斗后，迪迦和戴拿率先解决对手，盖亚略逊一筹，没他俩快。在释放完大招光子流线攻击后，也成功干掉了蒙斯王。最后平成3节同框合影，盖亚和他们打完招呼后，就变回了人间提我梦。他朝着小冕跑去，之后小冕对红球许下愿望，让红球永远消失。要知道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学会为欲望设底线，学会感恩知足，人生才会获得更多的快乐。关注我，我是小影，电影新解说，经典不错过。